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23期。按时间轴，今天要讲1987年7月发布的作品。每年的7、8月份都是暑假，虽然现在的小朋友学习任务都比较重，但在暑假我也会安排一些游戏让我家的孩子来玩，特别像是 Switch 上的一些优秀作品。我也一直认为好的游戏能让孩子受益，可每次新鲜感一过，他就很难坚持玩下去，宁可在微信里找些手游打发时间。这种时候我总会用不同的方式跟他解释什么样的游戏是好游戏，他们比那些手游要好玩得多，但并没有什么效果。后来我也不再勉强，一件你觉得好的东西，也许别人并没有兴趣。同样一款游戏，有的玩家觉得特别好，有的并不感冒。不同类型的作品各有受众，只要能找到乐趣，就是实现了它的价值。接下来进入正题，看看本期的游戏内容。磁界少年由思考兔子开发，史克威尔旗下 DOG 发行的一款磁碟机作品。思考兔子比较擅长开发解谜类的游戏，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推箱子，这也是一款动作类型的益智解谜作品。主角是一个喜欢玩红白机游戏的小孩，一天在玩游戏时，身体突然被磁化，被吸到红白机里面的电磁场，电磁场的磁平衡被破坏，他需要顺利逃脱。游戏开始时可以选择男孩梅特或者女孩马特，不同性别的游戏环境氛围会略有区别。目标是要在每个关卡里收集全部的磁力球碎片，完成后出口的门会打开，到达出口过关。游戏的特点是场景解谜要用磁铁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原理，蓝色是北极，红色是南极，角色的身体颜色、场景里带箭头的红蓝磁块和相应颜色的非固定移动块都有磁性。磁力球碎片有3种，红蓝碎片对应2极，拿取后主角的身体磁性会变成对应的颜色。还有一种黄色的磁力球，写着字母 R， 拿到变成相反的1级。画面右上方不断减少的分数并不是时间限制，变成0也不会挂掉，但影响过关时的分数结算和是否有奖命。被敌人击中也会减少分数，被场景或磁力卡住的时候得退出重来，这时会减少生命数。游戏里的道具还有短暂无敌的鞋子、奖命的红白机控制器和一些分数道具。每通过5关有一个奖励关卡，收集钻石作为奖励分数。总共有100个关卡，全部通关结局有关键词。当年将关键词和游戏说明书一起寄给史克威尔，还能获得奖品50名幸运儿，每人1台最新款的电视机。这部作品解谜的游戏性相当不错，简单的规则带来乐趣，体现了开发方在解谜类型的水平。不过动作部分做得不太好，经常出现跳跃空间狭小的情况。这个部分本身也不涉及解谜内容，很影响操作的体验和流畅性。画质音乐能看得出不是开发时的重点内容。个人评价3颗星。僵尸猎人游戏发行方 High Score 是一家游戏杂志媒体，发行游戏并不是他们的主要业务。这部作品是一款动作 RPG 的类型，故事背景是帕尔马城由4个掌管火、水、土、风的精灵保护，但有一天土之精灵多尔戈发动反叛，将控制世界能量的 Life Seeker 带到了地下迷宫，被选中的勇者泽比前往地下迷宫。游戏以横版的形式呈现，人物行走时画面跟着卷动，但特别的是遇到敌人后会停止卷动，在游戏里被称为遭遇点，消灭掉这组敌人才能继续前进。战斗过程中，画面下方显示战斗信息，包括敌方血量、状态、杀死后结算的经验值和获得的物品。消灭所有敌人有宝箱掉落，但如果有敌人逃脱，则不会出现宝箱。经验值到达一定数量，人物升级，宝箱里有金钱或物品。画面下方除了战斗信息栏，还显示人物的血量、等级、经验值和金钱。左下方显示持有的物品装备，最多拿10件，武器装备都有耐久。下面的数字对应装备的等级，从1到8级，等级越高，威力越大，耐久度也越高。装备的掉落有一定的概率，已经通过的场景返回后还能再次开启战斗，因此可以反复的刷装备。游戏共有6个关卡，从第1关的地上到第2关的地下，后面的关卡逐步往地下深入。从第2关的地下迷宫开始，就需要蜡烛来照亮，并且关卡内还会出现损坏的地板、
天花板和陷阱。如果没有蜡烛，敌人会以名字不确定的僵尸出现，呈现剪影。不过熟悉之后，很容易判断敌人的类型。随着角色等级的提升，敌人的能力也会增强，所以不断更新装备很有必要。特定的地点有商店，在商店用钱也能买到一些物品。另外比较特殊的设定是掉到坑里会触发一场战斗，消灭敌人后返回，只有被敌人的攻击手段命中才会损失血量，仅仅是碰到不会损失血量。每关通过收集必要数量的钥匙解锁这关的 BOSS 战，前面几关的 BOSS 都是不同形态的龙，最后的大 BOSS 当然是多尔哥。这部作品的武器装备非常丰富，近战远程种类多样。开始游戏时还有一个 B 模式选项，难度高一些，但这个模式下宝箱物品是随机的，因此多样的装备概率和随机性搭配起来就是一个早期的刷子类型。虽然开始时难度略高，但主角和敌人强度都随之提升后平衡性保持得很好。关卡和敌人的设计也不错，操作手感还过得去，缺点是画面看着比较简陋，音乐重复性高，游戏体量也不大。界面显示下方的信息栏占据了很大的位置，上方的横版场景显得很憋屈。每次消灭敌人后的结算信息还会导致暂停几秒钟，破坏了游戏的连贯性。整体上它还是一部超出了预期的作品，个人评价3星半。月风魔传，科乐美推出了一款日式横版动作游戏，也采用了2兆比特容量的卡带，只发行了日版。故事的设定是公元14672年，也是魔历元年，从地狱界觉醒的魔王龙骨魔对月氏三兄弟统治的地界发动了入侵。三兄弟用他们的传家宝波动剑对抗，但大哥和二哥被杀，3把波动剑也被带走。幸存最小的弟弟月风魔进入龙骨恶魔居住的地狱领地，找回被盗的波动剑，为他的兄弟们报仇。游戏的玩法上进行了几项缝合，开始的大地图为俯视视角，道路连接了不同类型的场所，有特殊对话、回复体力和购买物品的地点，也有战斗的场景。来到鸟居、洞窟的地下通道这类地点，会切换成横版动作场景，横向卷轴的方向取决于从哪边进入该场景。在这部分，画面左上方第一个横条表示无装备下的攻击力，随着击败敌人能够不断提升，类似经验值的积累。第二条是生命值，正上方显示获得的金钱，下方的攻防2个字显示正在使用的装备。来到画面另一端即可离开当前场景，继续在大地图上探索。到达特定的一些地点对话后开启战斗，相当于一场 BOSS 战。击败 BOSS 获得一个恶魔标记的图案，显示在画面的右上方。恶魔标记的数量决定了能否通过某些关锁场景进入到下一个区域。另外，有些地图上游荡的小怪遇敌后也会切换成横版的场景。当从大地图进入地牢后，会切换成3D，变成人物后方的视角，类似 RPG 的御敌方式，通过左右移动和跳跃躲避敌人的攻击。武器不能切换，消灭敌人后才能继续前进。这里的敌人比横版要强上很多。涉及到获取波动剑相关的内容部分，穿过最深区域的门，再次切换成横版。行进一段后，一场 BOSS 战获得波动剑。3D 的地牢场景里，有时也会遇到人物对话，或者进入横版的奖励区域，在这里获得金钱奖励。游戏里的攻击和防御装备种类不算多，各有5-6种，但都特点鲜明，有些还具备了特殊的用途。分别击败3个岛屿的 BOSS 守卫，拿回3把波动剑后，也能作为武器使用，威力巨大。对付最终 BOSS 龙骨魔也是最有效的武器。游戏的内容和各项要素很丰富，虽然以横版动作为主，但各种机制比较复杂，主题和氛围充满了浓厚的日式鬼怪色彩，各类敌人都很有特点，还有挥舞鞭子的骷髅，是对自家恶魔城的模仿。音画保持了科乐美该时期的高水准，也有一些缺点，大地图通常都是几条路线，探索时经常要在某些路线往返，会反复进入同一个战斗区域，想要通过只能再次走到另一端，无法跳过，这使得游戏流程繁琐，如果是不喜欢记路线的玩家，痛苦还会增加好几倍。装备的更换操作很麻烦， 3D 场景里战斗的设计有些问题，攻击不好判断，使得战斗变得很困难，复杂的流程但提示比较少。整体看来游戏的完成度较高，不过也存在一些影响体验的瑕疵。
个人评价3星半。时空小子原版是1987年4月日本物产开发的一款街机游戏《挖洞小子大作战》，移植到红白机上只发行了日版，后来还发行了 PCE 版本。PCE 上的游戏人物被换成了哆啦 A 梦。红白机版在街机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调整了关卡结构。这是一款俯视角的动作益智游戏。来自23世纪的主角被卷入时空迷宫，他要击败魔王但丁，回到原来的时代。每关的目标要收集场景里的所有分数道具，逃脱的门就会打开，进入门内通往下一关。主角对付敌人的方法是挖坑，然后将他们填埋，使用的时机要把握好，过早的挖坑，对方不会傻傻的跳进去。被消灭的敌人会从固定的地点再刷出来。红白机版总共有21个关卡，关卡的主题按照从远古到未来的时间顺序，每4关一个主题，通过4关出现一个奖励关卡，完成之后进入下一个时代。不同时代收集的物品和敌人的类型发生变化，有的关卡里结合了炸弹人的玩法，获得一定数量的炸弹，需要炸开一些地方拿取目标物品。通过未来主题的4关后，第21关是最终 BOSS 关卡，玩法不变，还是收集物品，但有 BOSS 攻击加上不停出现的杂兵，难度增加很多。这部作品的玩法上游戏性还不错，各方面素质也不差，不过这种类型之前也比较多了，本作并没有独到的地方，让它显得更加出众。不同时代的主题算是有点特色，但也不足以脱颖而出。个人评价3颗星。梦工厂悸动恐慌。1987年富士电视台举办夏季大型活动梦工厂，他们需要一款可以在会场与电视节目同步宣传的互动游戏，于是与任天堂展开合作。电视台提供吉祥物设定与宣传平台，任天堂负责游戏开发，产生了这部磁碟机上的作品。看到游戏画面，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马里奥。1988年9月，任天堂以这座换皮的形式在 NES 上发行了美版的超级马里奥2。在第11期节目介绍磁碟机版超级马里奥2的时候就有提到，这是2款不同的游戏。美版的马里奥2代1992年又发行了日版卡带，名为超级马里奥 USA。 回到这部梦工厂，我想了一下，为了避免讲得太乱，还是和马里奥 USA 分成2个游戏来介绍。这一期只聊这部富士电视台发行的作品内容。故事的舞台设定在梦幻国度，这里的一切由梦境能量构成。双胞胎 Piki 和 Poki 正在阅读故事书，突然被反派马姆拖入书中，4位家庭成员也是游戏主角前往把他们救出来。在横版的场景里，主角攻击方式是抓取并拔出地上的物品作为投掷武器，可以是蔬菜、炸弹，也可以是敌人、方块等等。初始的生命值2格显示在画面左侧，如果找到暗门进入镜像房间，有机会获得增加最大生命的爱心，最高到4格，还可以在房间收集硬币。关卡末尾用硬币玩老虎机获得奖命。炸弹有时作为攻击武器，有时要利用它打开道路。特殊的道具还有无敌五角星、定时的时钟和飞毯。有的通往下个地方的门是锁着的，找到场景里的钥匙解谜开门，拿到钥匙后会被幽灵面具追逐。游戏共有7个世界，前6个世界都有3个小关卡，第7个世界2个关卡，总共20关。每通过一个世界可以更换角色，4个角色的能力有些区别。小男孩 Imagine 是平衡型，小女孩 Lina 跳跃速度、力量都很弱，但可以在空中漂浮一段时间。妈妈的跳跃力最好，跳得最高。爸爸速度和力量最强，抓取物品和移动速度快，但跳跃能力差。每个世界的前2个关卡有一个相同的小 boss， 第3个关卡为该世界的大 boss。 大 boss 有几关是不同颜色的炸弹鼠，还有3头火蛇和火球精。最后的大 boss 马姆攻击方式是吐泡泡。如果想看到游戏结局，需要4个角色都完成所有的关卡。作为马里奥 USA 的基础版本，质量是过硬的，游戏性和关卡设计很好，音乐与美术风格也契合梦工厂的主题，营造出一种异想天开的氛围。不过要是和其他马里奥游戏来比较，操作手感上略差了一些，不是特别的流畅。个人评价4颗星。古文明之战，哈德森开发的一款飞行射击游戏，
最先发行的日版卡带名为 Hector 87，美版游戏名星际飞船 Hector。关于 Hector 这个名字是公司内部一名程序员的昵称。这部作品结合了之前广受好评的星际力量和自家的星际战士进行开发，故事设定为科幻背景，第3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人类的遗产和记忆。为了寻找这段失落的过去，在4622年，一支由时间旅行公司组成的研究舰队前往古老的地球，大多数研究船遭遇了生物机甲被摧毁，诺亚是唯一的幸存者。他在古地球上开始了一场战斗，以揭开生物机甲的秘密。游戏结合了横版和纵向2种方式，奇数关卡为纵向，偶数为横版关卡。在纵向关卡里 ，A、B 2个按键分别是对地集束炸弹和对空粒子炮攻击，而在横版关卡2种方式只是轨迹的区别。游戏有生命树和耐久值双重设定，左下方为飞船的耐久，被攻击击中消耗耐久值，消耗完损失生命，获得生命胶囊可以回复耐久。横版场景里的地形碰撞会直接损失生命。总共6个关卡，关卡末尾有一场 BOSS 战。另外，游戏开始界面还有2分钟和5分钟模式，都是游玩部分的关卡。这部作品里除了回复耐久的物品，没有其他道具，完全专注于战斗。在纵向的版面，飞船体积很大，移动也比较慢，敌人都不好对付，特别是 BOSS 战。耐久的设定能减轻一些压力，不过整体难度还是很高。对于一款飞行射击游戏来说，画质精细，音乐也不错，关卡设计得很用心，敌方角色特别是 BOSS 都很有特点。第3关的 BOSS 形象让人印象深刻，也被用到了游戏广告里。缺点是作品的体量比较小，设计上也没有什么新鲜的元素，内容相对单一，放在 FC 的这个时期算不上很出众的作品。个人评价3颗星。屠龙剑4屠龙家族，如果看过我之前内容的朋友应该会有印象，介绍迷宫塔时有提到，它和屠龙剑2个游戏被认为是最早的动作 RPG， 2部作品的发布时间差不多。屠龙剑这个系列也是 Falcom 早期的代表作，前面几部都是电脑端，这部4代的屠龙家族87年7月份先后发布了 MSX2 和 FC 2个版本，红白机的美版在2年后发行，美版的游戏名叫《巫师的遗产》。故事讲述了被封印在一幅画中的古龙即将苏醒，姓氏为沃森的屠龙家族成员们要在地下迷宫找到4个王冠，从而获得屠龙剑对抗名为迪尔乔斯的巨龙。一开始在自家的屋子里，所有的家庭成员在一起，可选角色4人1狗，分别是爸爸妈妈、哥哥妹妹和宠物波奇，爷爷和奶奶作为辅助成员，用来保存和加载游戏。选择好后来到地下迷宫，以横版的形式呈现，人物可以移动跳跃、上下梯子，能朝向多个方向，包括斜向攻击。画面上方显示各项状态，最左边的是生命值，然后是魔法值，攻击就会消耗魔法。钥匙通过消灭敌人获得，用来打开地牢的门或宝箱。金钱用于旅馆休息或者购买道具物品，通过消灭敌人或宝箱里获得。地下迷宫里也有旅馆和商店。游戏的特色是要使用不同的人物获得4个皇冠，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能力和专属装备。爸爸是战士，武器飞斧，威力大，射程短，跳跃力差，通过特殊的物品能推动石头。妈妈是巫师，发射魔法球，使用翅膀可以飞行，使用物品弹飞岩石和用魔法开箱。哥哥罗亚斯用剑攻击，威力低，射程远，只有他能击败最终 BOSS。妹妹利鲁鲁发射火球，跳跃力强，能打破一部分的砖块。宠物狗波奇实际是一个怪物，有变形的能力，攻击威力强，但射程短。每个人物在地牢里都有最适合自己的路线，如果使用的角色不合适，会大大增加难度，有些地方也无法通过。最后的 BOSS 战只能由哥哥罗亚斯完成。作为电脑端的主力游戏，在地下迷宫的设计上有着独到之处，配合不同人物技能和道具的解谜很有意思。游戏的 BGM 非常出众，曲目有18首，加上角色的专属音乐，令人印象深刻。缺点是同时期多数电脑端游戏在 FC 上的问题，画质相对落后，动作战斗部分只能说凑合，迷宫探索的难度较大。如果喜欢这种类型，还是很值得尝试。个人评价3颗星。雀棒由 SNK 开发的街机游戏移植版，
红白机的发行方 K Amusement 也是和 SNK 关系紧密的街机经销商。这部作品是将打砖块和打麻将合二为一，稍微看一会儿画面就能知道个大概了。下方是打砖块的横杆和一个球，往上是初始的一手牌。画面的上半部分是背着的麻将，也是砖块，用打砖块的方式将这些牌翻开，再次击打会掉落。用横杆接住掉落的麻将，就相当于摸牌了，不断的获取有用的牌，胡牌就能过关。但是打砖块的优先级更高，如果没有接住小球，会直接挂掉。这里也有道具掉落，有3种类型，分别是变成实心弹、扩展和减缓球速，总共36关。实际上这样的设计难度很高，光是打砖块就不容易，还要兼顾拿到有用的牌，为了保命想凑齐胡牌很难。不过还有一种过关方式，清除顶部全部的麻将，如果还没有胡牌就会形成留局。这种情况只要不是最后一关，也能进入下个关卡，但没有胡牌的加分。也就是说，把它当做一款纯打砖块的游戏也能玩到最后。这样看来，两者的结合并不好。现在的背景音乐也是我配的，游戏从头到尾没有任何音乐。个人评价2颗星。幻想地带原版是1986年3月世嘉开发的一款街机作品，推出后大受欢迎，在当时移植到多个平台，除了世嘉自己的主机，别的平台都由其他的公司开发发行，内容上有些细微的差别。红白机上由 Sunsoft 推出日版卡带，2年后由天元发行了一个 NES 的版本，不过这个版本被定义成了未授权的作品，所以我在信息栏没有写出来。幻想地带后来也被世嘉做成了一个系列，发布了一些续作，主角也成了世嘉的吉祥物之一。这部作品是横版飞行射击，可爱的画面风格有些类似科乐美的冰封，不过这里用的是粉笔画画风，非常独特。玩家控制的飞船叫欧帕欧帕，有自己的知觉，还要在幻想地带对抗入侵的敌人。飞船在横版场景里左右移动的方向和滚动的方向是一致的，面朝右侧画面向右滚动，朝左侧就向左滚动。一个关卡的场景是闭合的，如果一直朝一个方向滚动，画面会循环。目标是要清除关卡里全部的敌方哨站，他们的位置是固定的，清除后见到这关的 BOSS。 游戏里经常出现气球形状的商店，在这里购买各项升级物品，大小翅膀和发动机提升速度，分为5个速度等级，不同的炸弹作为副武器攻击，初始为单发炸弹，后面可以购买双发、智能、火焰和重型炸弹，数量有限制。主武器激光光束也能购买升级，但使用有时间的限制。3类道具一次只能装备1种，金钱通过消灭敌人获得。总共8个关卡，每关都是一个不同的星球，哨站的样子也不一样， BOSS 的造型都很搞怪。最后一关没有场景，从商店出来后直接是一场 BOSS rush， 把前面的 BOSS 再打一遍，然后见到最终 BOSS 帕帕，他的攻击方式仿佛是在玩天蚕变。游戏有着丰富的道具，但强力的武器都受限制，轻快高速的操作配合游戏的节奏，能带来很强的战斗爽快感。特点鲜明的画风和个性的 BOSS 也让人印象很深。不过放在红白机上流程比较短，不到20分钟就可以通关，而且最后 BOSS rush 还占据了很大部分的时间。翻米通给红白机版本打了34分黄金殿堂，个人评价4颗星。魔镜铁人，这是一部漫改游戏，来自大岛史绪一的棒球漫画，1982年到1987年连载于讲谈社的周刊少年杂志。游戏由 Use 开发发行，2名主角是横滨市海丰高中的学生，也是棒球社的成员。不过游戏的故事和漫画关系不大，这是一款横版动作作品，讲的是与神秘的龙之军团进行比赛。这让我想到了之前介绍的一款棒球英豪， A 键跳跃， B 键攻击，按住 B 键可以冲刺。游戏过程中可以在2个主角之间来回切换，他们有不同的攻击方式，一个扔棒球攻击，球飞出的方向是斜上或斜向下方，还有反弹的效果；另一个使用球棒作为武器，可以击打敌人的子弹，少量的特殊敌人只能用球棒攻击才有效果。获得 Power 强化攻击，能强化2次，投球在第2阶段提高球速，在第3阶段攻击力翻倍，能够反射对手的子弹。
球棒2个阶段攻击力都翻倍。画面左侧是人物的血量，开始只有1点，消灭一个敌人增加1点，最大到5点。收集100个爱心，奖励1条生命。如果2人中1人挂掉，会切换成另外一个人物。总共6个世界，每个世界4个关卡。第4个关卡有 BOSS 战，这是对马里奥的粗糙模仿。关卡的内容设计主要是一些平台跳跃，结合了部分敌人，也可以用头顶石头，设计的明显非常敷衍。平台跳跃部分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还有大量相似和重复的内容。敌方角色因为缺乏明确的主题，成了怪物、动物和暴走族的混搭。每关末尾的 BOSS 不知道哪里来的一条龙，画质低劣，操作手感差，是一款缺乏乐趣的作品。个人评价1星半。埃及艳后的魔堡，史克威尔的一款角色扮演加冒险游戏，只发行了磁碟机版。石田贵司负责本作的图形，直松伸夫负责音乐。故事讲述了主角草野大介利用暑假来到埃及，看望他的考古学家父亲。父亲在亚历山大港挖掘时找到了一份古老文件，这是恶灵卡拉德被封印的地方。父亲被卡拉德附身，突然消失。拯救他的唯一方法是找到伊西斯之泪，并复活女神伊西斯的化身克里奥帕特拉。游戏的全程都采用了第一人称视角，结合了冒险类型和 RPG 的玩法。在移动时按冒险类的方式用指令操作，这时画面右侧的几个指令分别是移动、查看、物品、加载保存和状态。查看时会出现类似鼠标的指针，用来选择画面中需要查看的内容。战斗是随机遭遇的，变成战斗状态时，画面右侧的指令变成3个，分别是战斗、使用物品和逃跑。一开始没有武器的情况下只能逃跑，后面随着战斗积累经验升级，可以提升体力值，能升到12级。经验值足够多的时候，在旅馆睡觉能到13级，体力值大大增加。整个的流程大致是从开罗出发，穿越沙漠，抵达古代遗迹，进入地下迷宫，沿途需要解开机关和 NPC 对话获得线索，最终在地下神殿解开谜题，击败卡拉德的使者，取得伊西斯之泪。解谜是核心的要素，很多时候要仔细观察，加上联想和记忆，并结合不同场景的线索，如开罗博物馆的破旧壁画碎片对应金字塔内的星座顺序，神庙内获得的青铜镜在沙漠遇到阳光刺眼的石门时使用，反射的光线触发机关打开隐藏的入口，还有象形文字翻译、移动的机关、规避陷阱等多样的解谜形式。有的关键线索一旦错过，会导致无法继续，只能读档。这部作品依托古埃及的题材，精心设计了解谜内容，第一人称的视角下画面出众，搭配合适的音乐，整体能带来不错的沉浸感。但最大的缺点是节奏相当慢，移动用指令操作又慢又麻烦，还经常被随机战斗打断，场景转换得读盘加载。剧情比较平庸，大多也用文字描述，缺少图形，而且流程偏短。还有早期解谜游戏容易出现的问题，内容提示不足，某些位置需要反复试错。个人评价3颗星。Konami 篮球，科乐美从自家1986年的街机游戏移植过来，是 Exciting Sports 系列其中的一项，这也是红白机上首款篮球游戏。首先发布在磁碟机上，原名是 Exciting Basket， 同年9月份发行美版卡带，美版的名字是2次运球。游戏可以对战电脑或双人对战，进入后有一段开场动画，选择界面可以设置每节比赛时间，从5分钟到30分钟。4支虚拟的美职篮球队，分别是波士顿、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再就是3个难度级别的选择。进入比赛画面后，虽然也是5对5的比赛，但画面在2个半场来回切换，实际一个画面最多显示6个人，即3v3，另外的人不会进入画面，这也让节奏非常快。进攻时按 A 键传球，按下 B 键跳起，松开投篮。游戏里有热点的设计，有些特定位置的投篮命中率会更高。方向键控制运球的人物移动，同时选择传球对象，选中的对象会闪烁。防守时 B 键切换控制队员， A 键断球，对方投篮时为封盖。如果是犯规罚球，篮筐上有一个上下移动的圆圈，接近篮筐时投出球就能罚进。
最有特点的就是篮下扣篮的特写动作，切换成局部画面，人物变得非常大，当时看起来很震撼。按照现在的标准，这款篮球游戏谈不上什么真实感，半场连人都站不满，除了扣篮没有任何的动作细节。不过以当时的技术水平，能够在红白机上完整流畅体验篮球运动，已经相当优秀了。各大媒体也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个人评价4颗星。泰坦尼克沉没记由学研社在磁碟机上开发发行的一款冒险游戏。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英法两国曾在1985年成立调查团，找到了沉船，但没有打捞上来。游戏里的故事时间是2008年，虽然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时间，但对于当时来说属于科幻的近未来设定。玩家扮演一名打捞公司的社长，和几个美女潜水员一起工作，打捞沉入4000米深海的泰坦尼克号，并揭开沉没之谜。进入游戏后的界面有日历、初始金钱、时钟、一个美女潜水员和4个房间。金钱符号的门进入是视频电话室，控制美女潜水员走进去，在这里与6个投资人视频电话获得赞助费用，费用是打捞必须的，钱如果用完游戏就会结束。在沉船里找到一些物品也可以卖给投资人赚钱。另外还有个疯狂的科学家，他有时会给予特定的项目。话筒符号的房间是新闻发布厅，这里有各大媒体的记者，每天回答他们的提问，增加好感度有助于获得更多投资。如果答得不好，好感度降低，投资也会减少。最右边的房间是卧室，用于夜间休息和保存进度。从左边的门进入就来到了沉船，潜水的时间只能是朝9晚6的工作时间，超过下午5点就得乖乖回房睡觉。这时画面切换成潜水状态，待的时间越长，消耗的钱就越多。还要注意右下方氧气的剩余量，如果氧气用完还没有离开，游戏也会结束。沉船里是一个类似迷宫的场景，有5层不同的甲板可以分别探索，另外有4根烟囱贯穿这5层甲板。画面下方3个空格用于放置找到的物品，潜水员手上还可以再拿一个，一次可以携带4个物品。探索过程中有些解谜的元素，例如进入房间、打开道路、找到某些物品能作为解谜工具，有时还会遇到人物鬼魂进行对话。游戏开始时日历是7月1号，要在9月之前安装完4个悬浮装置，然后启动完成打捞，达成结局。最终有3个结局，如果没有关闭反应堆直接打捞会发生爆炸，游戏结束。关闭反应堆，启动悬浮装置，打捞成功，但未发现沉没的真相。如果关闭反应堆，同时解开了外星人谜题，达成最终的好结局。这部作品的题材和玩法很特别，打捞的画面表现不错，还有美女潜水员一路陪着。不过探索场景的视角、移动方式很难掌握，一开始进去让人摸不着头脑，需要花时间适应。因为能携带的东西少，解谜内容比较麻烦，玩起来也不够有趣。新闻发布会的内容显得比较累赘，后面外星人的设计让游戏故事走向了失控，各种元素组合起来，除了找到物品售卖有点像开盲盒，有些意思，整体游戏性不高。音乐做的比较差，个人评价2星半。暗黑神的挑战由东海开发发行的一款横版动作冒险游戏，只发行了日版卡带。很久以前有个叫做古尔德雷德的王国，某天邪恶的将军发动叛乱，国王被杀死，于是老骑士带着王后和公主前往切斯特菲尔德岛，向国王的朋友寻求帮助，但他们的船被袭击，老骑士和女王被杀死，公主被囚禁。老骑士死前将信息告诉了年轻的凯恩，就是游戏的主角。开始在室外的横版场景里行走，到达沉船可以进入，变成一个大型的迷宫场景，开始探索和战斗。画面左上方显示生命值和金钱，初始生命100，最高到200，消灭敌人获得金钱和经验值。在迷宫里的目的是要找到并消灭 BOSS， 获得一个宝箱，宝箱里可能是通往后面的钥匙，或者以后要用到的物品。进入某些特定的房间，可以对话和购买装备道具，总共也没有几样东西。武器主要是剑和链锤，剑的几个攻击方向比较便利，链锤击碎场景中的一些石头。游戏的内容有明确的关卡划分，因此把它归为动作类，总共8个关卡，每关的模式差不多，
找到并进入迷宫，消灭 BOSS 获得宝箱，有时候还要在室外的场景再击败 BOSS， 然后和老人对话进入下一关。这部作品各个方面都做得不够好，玩法、操作、画质、音效都没有什么突出的特色。但如果仅仅是这样，并不能说它有多差。最差的点在于迷宫的设计，有大量重复的场景，可以明显感觉到迷宫里切换场景后的图片好像就是上一章的复制粘贴，然后稍微改动一下门、梯子或者平台的位置，有的甚至都不改。我原来玩这座的时候，在第一个沉船迷宫连续切换几个场景后，很快就迷路了，反复试了几次就被劝退。到了后面的关卡还会发现总共就那么几种类型的迷宫贴图，这让本来就平庸的作品显得更加缺乏乐趣。个人评价2颗星。卡拉 OK 由东兴开发、万代发行的一款音乐游戏。正如游戏的名字，这是一个唱卡拉 OK 的作品。为了配合唱歌，万代还推出了专用的 K 歌麦克风外设。话说当时万代弄的这类东西还真不少。游戏里共有15首歌曲，我选了几首个人觉得还不错的作为背景。开始画面共有4种模式选择，第一种是练习课程，选择曲目直接开始唱 K， 还可以设置节拍和音调。第二种我是麦霸和第3种明星诞生都要先设置个人信息，然后开始唱歌。第二种模式显示在舞台上演唱，第3种有3个评委进行评判，最后一个模式是听音乐猜歌名。所有这些歌曲反复播放。几十年前的硬件设备和技术，可想而知不会有太好的唱 K 体验。现在形容音质不好流行的一种说法叫做听个响。这个卡拉 OK 通过麦克风录音后再播放出来，连响声都已经失真了。网上也真有用这个游戏唱歌的视频，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自己看看。游戏评价1颗星。这期正好就用这款游戏的音乐作为结尾。1987年7月的游戏还剩2款，节目时长原因我就放在下期来介绍。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还请3连支持，咱们下期再见。